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看看，到底是 CP 值的天花板，还是吃到撑的修罗场呢？牛排不是说特别软嫩，还是会稍微扎实的口感，整体的口感是会比较柴一点点。相对于牛排，猪排是更为软嫩讨喜的。朋友怎么办？配角已经打败了主角，绵密软嫩的肉燥伴随着香甜的酱香味，整个口感不会太过于死咸。随后你会感受到卤肉的绵密以及鹌鹑蛋的 Q 弹，再伴随着甜香 Q 弹的美丽，整个完美融合在一起。这个就是最经典的街头美食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董 Miss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我们今天来到高雄一家可以说是被排餐耽误的披萨店，并且可以披萨、牛排、炸物、热炒，通通一次满足你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最近呢重新装潢，盛大开幕，直接升级再进化。最夸张的是什么？4月29号到5月1号这3天有限定活动哦！只要你点一份主餐，就会送你价值189元的经典猪排。哇，朋友，我看呢这个已经不是优惠了，根本是在做功德啊！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看看，到底是 CP 值的天花板，还是吃到撑的修罗场呢？而今天的用餐时间是1.5个小时。没有在正面开之前，请确保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开吃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们，我们刚点了牛式经典牛排，看起来一般一般，不会说特别厚或者是太大。那今天是因为重新开幕，返点主餐就送了189元的经典猪排。这猪排看起来蛮可口的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自助餐店的猪排，还有去它的自助吧拿的一些餐点。哇，牛排一开始当然吃它的原味啦，我们吃看看它味道如何呢？这外表煎得非常的漂亮，还有烤网的烙印，以及里面的肉是粉色的，还蛮不错的哦。牛排不是说特别软嫩，还是会稍微扎实的口感。那可能各个部位的嫩度不太一样，越中心的嫩度口感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外面整体的口感是会比较柴一点点。我们要给它加一下 A1 辣椒酱，试看看。原本淡淡的牛肉味，加上 A1 辣椒酱，极为显著的辣味，更能提升整个口感跟层次。而且那牛肉煎得蛮漂亮的，外表有烤网的烙印，不是走一个软嫩的路线，但点些微焦脆的整体口感还是稍微柴了一些。旁边还有今天赠送的价值189元经典猪排，我们尝试看看味道如何。相对于牛排，猪排是更为软嫩讨喜的。那它的表面煎得刚刚好，淡淡的金黄色，以及里面不会太过于厚实的猪肉，整个入口的口感是恰当刚好。朋友怎么办？配角已经打败了主角。那这个牛排，欧语的是代表一个烤肉的意思。以前古代比较早期的人类，他们吃牛肉是直接用火烤。整块肉火烤熟成而吃的，在接近中世纪的欧洲才开始有接近现代人类。我们在说切片的牛肉下去烤，或者是整块。那在更往后的工业革命后期，人们的牛肉供应开始稳定的时候，那所有的人们也开始挑嘴了，有这个熟成的文化。比如说你要3分熟啊、7分熟，或者是更爱好哪一个部位，怎么烹饪更好吃。再到最后，我们台湾呢更加厉害，加入一些铁板面啊、黑胡椒酱，这是最熟悉的味道。旁边还有酥脆可口的炸物，我们现在吃炸饺子，上面还有淋上一点酸甜酱，感觉还蛮好的哦。饺子的外皮变得相当的酥脆，澳式饼干的口感，里面内馅非常的香甜多汁，而这吃起来就跟上次欧文去奇美吃的饺子还蛮像。旁边还有细长的脆薯哦。薯条可能冷掉了，还蛮干硬的。还有欧文最爱的地瓜球。欧文最喜欢这种香甜软糯的口感，1秒就爱上。旁边还有非常清脆的热炒高丽菜，还蛮可口的感觉。高丽菜走的不是纯粹的脆口，带点好似没有熟透的高丽菜口感，有点韧韧的感觉。但是它的调味还是蛮香浓的，有蒜头的香气、黑胡椒的辛辣，以及红萝卜的香甜，但口感就是吃起来怪怪的。旁边还有香甜的丝瓜蛤蜊，欧文也蛮喜欢这一道菜。感觉这个丝瓜的脆度还比高丽菜还要清甜，最棒的是它的蒜香味也是蛮浓厚的，随后再补上一点蛤蜊的鲜甜味，而且那蛤蜊也蛮多的，不怕你吃哦。相对于高丽菜，这个丝瓜蛤蜊真好吃太多了。旁边还有主厨料理，看来是鸡肉料理，整体的感觉有点像干杯鸡，但就是少了9层塔的香气。相当软嫩的鸡肉，附和着香浓的酱香味，随后再感受到一股清淡的辣椒香气，以及有种香味的清甜。欧文手上还有相当大头的美式薯泥，一吃下去就是相当的绵密。
旁边还有麻辣烫，非常的香浓的辣味，有鸭血、豆腐以及燕饺。现在吃的鸭血，哇，鸭血是相当的入味及软嫩。吃麻辣烫就是要吃这种吸满汤汁的豆腐，整个一口下去就是舒爽。还有火锅料常见的燕饺。 旁边有 Q 弹的炒面哦，今天煮的是米粉，看起来晶莹剔透，相当滋润。喜欢吃米粉的朋友，这个绝对适合你，非常的鲜甜又多汁啊，而且 Q 弹的嚼劲相当的舒爽。旁边还有搭配猪肉片以及香甜的高丽菜，真的还是蛮丰富的哦。吃完这一轮的热炒，欧文有一个感想，他们的热炒的味道都不会太过于重口，调味的还蛮适当的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吃6种口味的披萨，有咸的有甜的，哇，欧文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们现在吃玛格丽特。 一入口是香浓的起司，伴随着酸甜的番茄酱以及薄脆的饼皮。欧文最喜欢吃这个边边酥脆酥脆的，还蛮好吃。旁边还有墨西哥腊肠的口味。墨西哥腊肠带着咸香以及软嫩的口感，再伴随着饼皮的筋道，口感一软一硬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味。旁边还有咸蛋黄口味，金黄金黄的，看起来相当漂亮哦。 里面竟然有掺着香甜的芋泥，绵密的芋泥带着香甜的口感，上面再撒上一点咸香的蛋黄，哇，又甜又咸的口感，真是令人讨喜。欧文手上的夏威夷披萨是欧文最喜欢的披萨之一哦，就是那咸香的火腿口感，伴随着番茄酱的酸甜以及多汁香甜的凤梨滋味，真是一口秒爱上。欧文手上的黑松露蘑菇看起来还蛮可口的哦。 滑顺软嫩，带点韧性的香菇，伴随着浓浓的黑松露香气，但真的可以感受到应该是黑松露香精。最后一块是欧文最喜欢的红豆麻糬。红豆不是纯粹的松软香甜，还带点颗粒的口感，以及随后附上棉花糖的扎实质地。那披萨最早是出现在于古罗马时期，那时候是扁平的面饼。 要像现在的佛卡夏，当时是穷人在吃的食物。那个时候只有一些番茄酱汁以及些微的起司。那大家后来有一个转机，就是献给了皇后吃之后，这个在贵族圈慢慢流行。最后在2战时期，美军将它带回美国，流传到至今，众所皆知，成为看球赛的神器。你吃那么多手指，来喝个可乐吧。 浓烈的气泡感，带点刺刺的，这是欧文最喜欢的。他们现场还有提供卤肉饭，他们肉块是属于肥肉比较多的那一种，还有一些豆干跟鹌鹑蛋。绵密软嫩的肉燥，伴随着香甜的酱香味，整个口感不会太过于死咸。随后你会感受到卤肉的绵密以及鹌鹑蛋的 Q 弹，再伴随着甜香 Q 弹的米粒，整个完美融合在一起。这个就是最经典的街头美食了。来吃牛排一定要配上罗宋汤的吧。 比较可惜的是，他们的罗宋汤没有牛肉。当然，在整个过程配上一个浓厚的玉米浓汤，也不为过吧。饭后甜点也是必要的吧？乳酪蛋糕上面应该是蓝莓，旁边还有鲜奶油蛋糕，还有巧克力风味的哦。最后一个小饼干做收尾。 嗨，朋友们，欧文吃饱了。今天竟然点一份排餐就有双主菜，真的是相当的享受。有牛排的鲜嫩多汁，以及猪扒的厚实。那这边的自助吧蛮多种的，而且它的热炒部分呢都不会太过于重口，顺便还可以配旁边的肉燥饭跟咖喱饭。那它的排餐呢，我觉得经典的部分呢吃起来感觉不是走一个纯粹软嫩的路线。 还带点扎实，以及一些些许的筋感，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稍微拖泥带水。好啦，那我们影片到这边哦。如果喜欢你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欢迎你跟我问说，你最喜欢吃哪一种排餐呢？我是董秘手欧文，吃欧远味道，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微汤水机用嘴巴接地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